Hello， 大家好，又见面啦。这节课呢，给大家带来了一幅4尺3开的小作品。这个花头是绣球型的花头。那我们首先呢，要准备一个盘子哦。所用到的颜色有三青、牡丹红、胭脂3个颜色啊。我们先呢准备白粉水，白粉水就是太白加清水加三青调均匀就可以。那么我们现在来调颜色，很多同学在这一步容易出错，仔细看哦。这个的毛笔刮一刮，刮干了之后，我们先调这个三青色，三青色淡淡的调满整个笔根部。然后呢，第二步调这个牡丹红，牡丹红调多少呢？调毛笔的1/2，这是一个过渡色，也是要调均匀。我们可以慢慢的调均匀。第一遍，这属于第一遍调色，都要调得慢，不仅要慢，而且要把它揉碎，揉的比较细腻，揉到我们这个笔肚里面去，这样画出来的这个花头才滋润。然后我们首先呢，现在这个胭脂没用到，现在用的是2个颜色啊。先第一笔画出这个正瓣，那我们这个定位花瓣可以是正瓣，也可以是反瓣。那么这个正瓣是面朝着我们是盛开的。好，右边再加一笔。那么我为什么先画这个中间部分，然后再画左右两边呢？因为它和之前我教给大家那个定位花瓣画法是一样的，只不过由反瓣变成正瓣。那这个地方是颜色呢要深一点，属于往下盛开的地方。我们一般画这种牡丹花头都是从中间开始画。那么下面画这个花瓣就像画那个蛋糕裙一样，一层一层的，但是呢要注意啊，要错开，错落有致，这样画出来的花瓣才漂亮。我们这一笔呢也是要打开，要把它扩大。那我们现在2个瓣呢，侧瓣往左边扩大，然后下面呢加这个正瓣。你看一层一层的像蛋糕裙一样啊。你看我也是小心翼翼的把它错开，然后下面已经确定好，我们再把上面这部分呢属于腰线的地方，腰线往上走，你也可以画盛开的，你也可以画立上去的反瓣，无论是正瓣反瓣，我们都要颜色调均匀，层次要清晰。那这笔你可以继续画侧瓣往上走，要往上包啊，包起来啊。这就相当于之前我跟大家讲的碗，画花头呢其实就是碗和盘子的结合。那么上面呢是碗，下面是盘子，就是你画的时候相同的颜色或者能用到的颜色，你可以用画在其他的地方同时用，这样避免了再次调色。那么调色的时候就要这样啊，由浅到深，笔尖呢要尖尖的，一定要选用这种尖儿比较尖的毛笔。好，我们继续调三青，然后呢牡丹红，然后呢笔尖调胭脂。好，下面的这个蛋糕裙的花瓣一层一层的画出来了，已经很有层次了。我们的颜色呢可以大胆一点啊，你可以偏一点紫。怎样偏紫呢？三青多调一点点它就偏紫了，三青少调一点点，这个牡丹红就变得有一点点透明，有一点点紫，又有一点青那种感觉，但青色不完全能看得出来，因为我们用的比较少。你看下面的这个蛋糕裙的层次出来了，现在往上走哦，往上画。往上画呢，你这个瓣要怎样画？因为上面你把它看成一个圆哦，画成一个圆呢，你就要注意啊，层次和立体感。那我们现在就
从中间往上过渡，层次呢，由深变浅啊，从中间往上是逐渐变浅，中间往下逐渐变深，所以这样立体感就出来了。你看这个地方往上，你这个花瓣是乱七八糟的，那怎样画这种乱七八糟的？难道是一点规律没有吗？答案是不对的啊，它多少是有规律的。那么上面那层花瓣呢，你要朝四面八方、前后左右，有各个朝向的花瓣都要有，这样画出来，才会自然漂亮。很多同学到这一步呢，上面不知道该怎么画，上面其实就是前后左右都要有。比如说这个是往右的，好，这个是往左的，这个是往前的，后面呢，前面我们再修补，这是往左的，这是左边的花瓣，左，继续，这是前，这一笔是前，这一次在修哈，在修这个空白的地方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画上面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怎么画的时候，你就要记住你的花瓣的方向，前后左右，你把它当成一个立体的花心，中间有立体的花心，那你的花瓣肯定是围绕这个花心来画的。那既然围绕花心，那你肯定就是前后左右都有花瓣。所以呢，前面实一点，后面虚一点，左边向内聚拢，右边也可以向内聚拢。那后面这些花瓣呢，层次要虚，不需要太清楚，近实远虚，近大远小。所以我们只记住这一些，只要把层次感画出来了，后面的花瓣可有可无，那不存在也是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你有淡淡的颜色在那里，不存在它也是能看得见淡淡一层，所以不需要那么清楚。然后我们紧接着画右下边的一个大瓣哦，颜色加深了啊，颜色怎么样加深？多调一点色就可以。左右两边呢，70%是要对称，但是你可以对称的时候，不是画一样的花瓣去对称，你可以通过不同的花瓣去让左右平衡，这样是可以的。比如说左边一个大瓣，右边一个大瓣是可以，左边一个大，右边两个小也可以。那左边一个小，右边一个大也是可以。所以左右呢，你完全可以根据这个姿态，花头的姿态怎样美，不管怎样，你把它画得很美就可以。啊，这个是镜像花瓣，它俩是深的跟深的是相对的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画中间。好，再来一笔小。有的同学会怀疑，老师，我这个花瓣画多大才算完结束呢？画上你自己认为它已经很完美了，那就可以了。如果你觉得哪个地方不完美，你完全是可以再继续画，无非就是画大了一点，画小了一点，这都没关系。那花头有大有小嘛，所以大了也是合理的，小了也是合理的。就是不管怎样，你这个花头你首先画好看，这是根本的哦。大一点好看也行，小一点好看也行。因为这个花头你一般就得画个20公分，那25公分也可以啊，那19公分、18公分也可以啊，所以你就不要太局限了啊。那么现在调色调牡丹红和三青都要调一些啊。下面的花瓣是颜色比较重的，所以呢深色应该多调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调点深色。那这个瓣的运笔可要注意哦，你可以变化的，可以变化。好，下面再来一笔，这笔可是侧着走啊，侧着往下走。好，继续往下侧。好，再来继续往下侧，这样其实就可以了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可以勾一点纹理出来，加一点点，尽量这个地方，大家不要画平了啊。我这笔显然还有点浅，但是这样也可以吧，不要太重复次数太多了就不太好看了，所以差不多就可以了。
那你看这个层次就出来了，花头上面是盛开的。那这种花头属于这种不是很规则的花头啊，不是很规则的，层次比较多的，那一般就这样画就可以。再往上啊，我们再添加一下，看看哪一些地方不好，继续加大或者小碎瓣啊，像这个花头就是小碎瓣比较多。那后面这个加多少，我们根据自己的花头的造型来加啊，大的、小的，颜色深的、浅的，还有色性的关系，都可以有一点。后面呢，为了不让它太平了，你可以点一些小瓣出来，让人感觉后面不是平的就可以。画到这个样子呢，基本上差不多。这个花头画到这里用了10分钟左右吧，11分钟。好，我们下面画叶子。叶子用了3青3绿调藤黄，调成枝绿，然后呢笔尖调一些珠标，最后调一点胭脂。我们画这个花茎，我们要曲线，不要直线，曲线画。我们空间足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先画出花茎、叶茎，然后再去画叶子。我们通常都先画叶子，再画花茎、叶茎，因为空间比较狭小。如果空间大，你可以这么做，但是我一般不会建议大家先画枝干，因为画线枝干有一些束缚了你画叶子的这个想法。因为有时候感觉还是不规则的、不规矩，因为总是会压在这个叶子的这个颜色会压在这个花茎枝茎上，这样会造成2个颜色的重叠，所以我一般会先画叶子再画枝干。不过这个空间足的话，我也可以先画枝干再画叶子，都是可以的。我们叶子呢，我们就用的是橄榄绿加头青调均匀，然后里面再加点墨就可以。那笔尖加墨啊。好，我们先画一叉，这就是一叉。一叉呢由3片叶子组成。好，那一片叶子由3笔，所以我们这一叉一般要画一个三角形。你是直角三角形、等边三角形、锐角三角形、钝角三角形都可以。那其他2个叉呢也是可以，也是画三角形，但是你这个三角形上面这个叶片呢趋势啊稍微有所变化，你可以正的侧的都要有，翻转的聚散关系啊都要有，虚实关系、前后关系注意。那通常我们很多同学画这个花头这个叶子的时候围一圈，尽量不要去围。如果你确实想围，你就把枝干撇到花头的跟前儿，那花头的跟前儿4个周不就会有画叶子的地方吗？所以你要找出机会去接近花头，这样你的叶子呢才出师有名啊。要不然你围一圈，别人不知道你叶子哪来的，感觉很外行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把枝干啊、叶子、枝干偏向花头，那肯定叶子要长在枝干上，那你在花头周围画叶子不就正常了吗？那这个叶子不就把这个花头的美衬托出来了吗？所以呢，希望把大家记住它啊，不要围一圈，我们出枝一样可以围它啊。你看，这就是一叉，完整的3叉9顶。那通常我们画叶子，我们要注意几个点啊，家人们，就是你这个出枝啊，尽量长一点啊，不要太短了，太短了显得脖子短，就像一个人一样，脖子太短了，我们总是觉得不太美。你把脖子稍微长一点，然后叶子注意啊，主顶还有次顶
都要分清楚。那我们这个叶子就好像在跳舞一样，那怎样做的跳舞呢？你把这个叶茎这个画的曲线一点，弯曲一点，但是这个叶子要流畅，一笔画出来啊。好，这边呢画下面加一点花蛾，像花托肯定看不见，花蛾有时候能看得见我们就加啊。那上面这个是小花苞稍微开了一点啊，那这个花托是看不见了啊，花蛾还是能看得见。那我们此时此刻要考虑一下，它从哪里出枝呢？我们这个是 V 型出枝啊 ，V 字形，这个枝干在下面。你看，既然它这个枝干是从上下来了，我们也是要画成曲线，不要画成直线哈。画成直线会觉得有点太直了，不好看。我们可以稍微曲一点点。好，再往下接老枝干。老枝干我是用的提斗笔调的这个墨啊，直接调墨，提斗笔调墨来画。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的出枝啊，出枝呢一般呈 V 字形啊 ，V 字形。好，看这两个枝干之间没有交叉，那我们需要破一下，接一个小枝。好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就是一个小枝干，小枝干上呢长出了这个花苞。那么花头呢也可以加一个老枝干，花头的老枝干。看这个画个老枝干不太好看，咱就不加。考虑一下，有时候你得试一下，你不知道好不好看，你可以先假设有，然后你比划看好不好看。好，这样也可以。等会儿画一点小的嫩枝、嫩芽、嫩叶呀，还是可以。因为这个地方有点空，你必须得加点东西。因为左边那个花头还挺潇洒的，那右边呢，我们就要让它密一点啊，所以我们在枝干上下点功夫。看这个枝干呢，是否可以往下来一点？下也可以不用来，因为来和不来区别不大，所以不用来。那这个是4尺3开的小作品，半个小时就画完了。大家可以画的时候记一下时间啊。那下面这个老枝干怎么样画呢？就是这个笔呀，尽量的要干一点，不要水分大，宁可干也不要水大。你画的时候多顿笔。老枝干呢，它是多年生的灌木丛，它每年呢会缩短一截，被砍一截，下面就缩短一截，所以你多顿笔，可以让它有一点节儿。上面我们来一种嫩叶子，嫩叶子就是枝绿调株标，调胭脂，我们可以让它红一点，因为这个叶子画出来就显得会有一点朝气啊。就是我们画画呢，画面感要给人生机勃勃的，这样的画面才有活力啊。拿这个叶茎的画的时候，要一笔画成啊流畅，颜色饱满，再加个嫩叶子上面。好，继续再加一下。那这个呢也是3片叶子，3比1片叶子。那通常像这种上的嫩叶子，有可能3叉9底没有那么多，可能就一个叉上3片叶子，所以3笔就是1片，那9笔就是3片。那这样一加，下面这个画面感觉生机感就很好了。那我们大家画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颜色的搭配。那叶子画成墨绿色还是蛮好看的，花头呢要亮，层次要分明，整个画面可以加一点
这个后面加一点淡叶子啊。这个加淡叶有什么作用？就是为了调整画面的这个层次关系，因为有时候没有这些层次关系，画面显得少了点东西。因为整个画面你要想层次感好呢，那你就要分清楚前景、中景、远景。那么这个淡叶子属于什么景呢？远景，属于后面的虚的，所以咱就不要画的跟前面叶子一样颜色重。那这些叶子不需要太多，几组就够了，2、3组就够了，主要是为了衬托画面的。那它也有出枝，我们就看它叶子的趋势朝哪里，咱就出枝往哪里走。那这就是一个很小的4尺3开的小作品。画的时候也要把构图啊、颜色呀、层次呀、前后关系处理好。那我们现在继续调一些这个芝绿色，我们在老枝上呢多点一点这个嫩芽嫩叶呀。我们现在呢调点墨啊，用一支勾线笔调点墨，直接勾叶筋。勾叶筋顺着叶片的趋势去勾，叶片是正的咱画正的，叶片是反的咱画反的。我们画的时候呢主叶筋稍微向左偏一点或向右偏一点，尽量不要在正中间显得有点呆板啊。然后呢画叶子的朝向啊，叶子的有翻转角度啊，咱都得画出来。这个叶筋可以画到这个叶片的外面啊，显得更灵动一些，是可以出去的。我们尽量一笔画成，不要重复，不要速度太慢啊，要顺畅，要一气呵成，给人的感觉是我是一鼓作气画出来的，我不是断断续续的，给人看起来气韵生动啊，连接比较好。这就是我们画画要画出那种气势啊。那这种气势，有的同学会想，画小作品干嘛要这个气势？那你以后不画大作品吗？画大作品也得要啊，因为我们画画的人最忌讳的是今天画一点儿，明天画一点儿，然后迟迟不进步。你只有突破，然后一鼓作气的，然后以后画大作品也是这样，那你就会显示这种气势宏博的感觉啊。那这个东西就要从小作品开始练。那如果基础薄弱的话呢，那你就要单项去练，哪里不行练哪里，直到每一个部位画得很好，然后你再去画整幅作品。画的时候呢，先画小草稿，先构个图，构图好了，然后在作品纸上开始画。画的时候也是要先笔画布局一下，我的花头在哪里，我的叶子在哪里，我要用什么样构图，这都要做到。那像这种画嫩叶子很简单，勾线笔调一些胭脂，我们就可以把叶子的这个趋势画出来，像这个寥寥几笔就可以。还是那句话啊，总观全局啊，要相信自己能做得很好。有什么问题呢？哪里不足，咱把课程多看几遍，有不懂的来老师直播间。我真的很开心和大家一起画画。如果大家问有什么不懂的，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帮助每一位家人朋友们啊。画画这个东西呢，也是要吃很多苦的，也是要磨练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轻轻松松的就做好了。包括我也一样，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，花了很多精力在里边。虽然我画的不是最好啊，但目前来说，我是自己对我个人来说我是满意的。如果你们画的话对你自己个人来说是满意的，那你就成功了。我们很多同学呢，一定要坚信自己能行的，一定能做好的啊！我相信家人们，我们一起加油啊！
下一节课我们继续画啊，再见。